刚装好 Sublime，发现它一片空白，和普通记事本看起来没什么两样。看我如何用一个惊叹号快速的去产出 HTML 所有的基本架构，你看是不是很容易呢？编好 Python 脚本后，我们也可以用 PowerShell 来执行它哦。今天我们要来做的是 Sublime Test 的第二部曲，安装必要的设定与开始撰写程式码。这一集我们要解决什么问题？在上一集中，我们已经把 Sublime Test 装好，也知道怎么开资料夹。那这一集我们要回答的是 Sublime Test 装好之后，要怎么变成真的可以写 code 的工具。Sublime 和记事本差在哪边？如果只是用来打字，那 Sublime Test 看起来确实很像记事本。真正的差别是在于 Sublime 它支援的程式码，它能够支援语法高亮、专案资料夹的管理、快速指令、套件扩充、批次编辑能力和搭配 Terminal 与开发工具。这一集我们会做什么？我们会安装 Package Control， 安装 Image， 快速产生 HTML， 还有执行 Python 的程式。什么是 Package Control？Package Control 可以想成是 Sublime Test 的套件管理工具，它可以让我们安装更多的功能，例如 HTML 快速的展开、程式码格式化、语法资源、主题外观、Lisp 跟自动提示。没有 Package Control，Sublime 会比较像单纯的编辑器，就像记事本一样。首先，我们先来安装 Package Control， 在 Sublime Test 打开 Command Palette， 它的有两种做法，一个是在 Tools 的选单里面选择它，另外一个是可以使用快捷键。在 macOS 是 Command 加 Shift 加 P， 在 Windows 和 Linux 它是 Control 加 Shift 加 P。在把 Package Control 叫出来之后，我们只要在它的搜寻栏里面打入 Install， 然后搜寻 Install Package Control。看到它之后，我们就可以按 Enter 把它装起来。而这个 Command Palette 它是什么？它是一个 Sublime Test 一个很重要的操作入口，我们可以用它快速的执行指令，包含了安装套件、切换语法、开启设定、执行命令和找功能。很多时候我们不用记选单在哪里，直接搜寻指令比较快。我们现在开始来安装 Package Control。第一个方法是如同简报所讲的，在 Tools 这边选择它。另外一个方法，我们可以按 Ctrl Shift 加 P， 然后在这边我们打上 Install， 会发现第一个选项就是我们按 Enter， 它就自然会把它装起来，因为速度很快。这样就完成了 Package Control 的安装。再来，我们要安装 Init 这个元件。这个元件呢，我们再次打开Command Palette 之后，我们搜寻Install， 然后再搜寻 Init。Init 是写 HTML 跟 CSS 很常用的效率工具。它能够做什么呢？它能够快速的简写，用简写我们展开一个 HTML。例如，我们输入一个惊叹号，然后按 Tab 键，它就可以帮我们快速产生整个 HTML 的基本架构。再来，我们看 Init 范例我们可以输入 UL 三角形 LI 星号乘以5，它就会展开成一个 UL 的格式。它的范例2，我们也可以输入 div.card， 然后一个三角形加上 H2 加 P， 它就可以快速的产出一个 div 的一个 block。我们首先来安装 Init 的套件，我们按 Ctrl Shift 加 P 把这个视窗叫出来，我们打上 Install， 进入 Package Install 搜寻的画面，在这边我们打 EMMET 就 Init， 按下 Enter 之后，它就把 Init 安装起来了。这时候我们在原来的 Python code 这个资料夹里面，我们现在去新增一个 HTML 的 code， 我们在这边打上 New File， 去开启一个新的档案。在这边我们选择右下角的这个档案格式，我们把它转成 HTML，
让 Sublime 认为这个档案就是一个 HTML 的格式。这时候我们打上惊叹号，我们就会发现它就会自动的把一个 HTML code 的一个 snippet 叫出来。我们这时候按 Tab 键，它就是帮我们把整个的 HTML code 都给写完了。在这边我们可以去打上，在 body 里面我们打上 div 点 card card， 再打上一个右三角形，打上 H2 加 P， 一样按 Tab 键，它就会自动把 code 补齐。我们在这边打上 fruit list， 在它的下面我们按 Enter， 再打上 UL， 右三角形 LI 乘以5，按 Tab 它就自动把下面的 UL 的程式码补齐。我们在这边打上5个水果的名称 Apple、Orange、Kiwi、Lemon、Banana。那这样我们就很快速的完成了一个 HTML 的 code。这时候我们把它存档，我们把它命名成 index.html。这样就完成了我们整个 HTML code 的快速编辑。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在 Python 里面我们要怎么做。首先就是安装完 Sublime 之后，它不是 Python 这3个角色要分清楚。Sublime 是一个编写 Python 的编辑器， Python 是执行 Python 的直译器，然后 Terminal 我们可以输入 Python 来去执行编辑完的程式。在我们的电脑，我们已经使用 UV 安装好的 Python， 也可以用 UV 来进行多版本的 Python 管理。假如一些小伙伴不晓得 UV 怎么装，可以去参考我们在 Channel 里面有一份的影片，叫做 Windows 使用 UV 进行多版本的 Python 管理，可以去参考那一份，把 UV 给安装起来。那我们现在可以来看一下，在 Sublime 里面怎么快速的去进行 Python 的开发。我们可以点选这个资料夹里面的一个 mem。当我们把这个档案呼叫出来之后，我们就可以直接在上面进行修改。首先，我们要先确认一下右下角的 Sublime 是已经把这份档案侦测为 Python 的格式。只要它已经侦测到是 Python 的格式，那相对上它就会自动的是辨识 Python 的很多的语法高亮的部分。我们可以在这边新增另外一个函式，我们把它取名叫 greeting。然后后面接受一个参数，接受一个名称，然后我们就是当有人呼叫这个函数的时候，我们就印出 hello， 然后后面接这个人名。那当我们把这个函数变完之后，我们在 main 里面，当我们去打 gree， 你就会发现它自动会把上面的 greeting 的那个函数给呼叫进来，我们就直接按 Tab 键，它就会自动补齐。给它一个名称 Tom， 第二次一样，给它的名称 Alan。那这样子，我们进行存完档之后，我们就可以去用 PowerShell 去进行它的编译。我们在这边我们就执行 Python NPy，我们就可以很快速的看到它已经把这个执行程序给呼叫出来了。所以在 Sublime 里面，当我们在进行编辑各式的程式码的时候，只要 Sublime 的右下角的语法里面有资源，一般来说，我们在进行各式程式码的编译都非常非常的快速，因为它会自动帮你补齐一些函式库，包含一些小的 snippet 的 code。那在我们使用package controller 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找不到那个安装的档案，通常是因为有可能是档名打错，或者是有些套件它必须安装后要重开 Sublime。再来就是当我们安装完隐秘之后
假如档案里面有存成点 HTML， 它会认为这个档案不是HTML 的格式，所以当你打惊叹号的时候，它就不会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 sublime 的时候，我们要非常非常的注意副档名的主要原因。另外常见的问题包含，假如我们用 terminal 去启动一些程式码的直译器或编译器的时候，假如 terminal 它没有找到正确的档案所在资料夹，也有可能它会无法启用。在本集里面，我们学会了使用 pkg control 让 sublime 可以安装套件，然后我们也学会了使用command plate 作为 sublime 快速的操作入口。我们也学会了使用 emit 快速提升如何撰写 HTML 的 code。而 sublime 它是负责写程式的，然后 Python 是负责执行程式码的。我们就会发现说，其实 sublime 它是一个非常轻量，也是非常一个高效的程式。所以当你开始渐渐学会使用它的所有功能之后，你会爱上它的。